很多人问我，老板，店为什么叫彼岸？我总笑着说，门外是此岸，进门便是彼岸。但走到今天，这个答案有了不同的意义。失业那一年，我失去了支撑，失去了战场，失去了方向。我坐在电脑前研究 AI， 从白天试到夜里。一个技术推翻一个技术，一个错误再生成一次。旁人看不见方向，我也说不出目的，只知道眼前这条路从来没有人替我走过。同一年各个兵种，现在想想那段突然空下来的日子，也许就是为了好好陪他走完最后一程。他离开以后，我翻开那些曾经离我很远的经文，我只想知道那些古老的文字对已经离开的人和仍然活着的人究竟有什么意义。经文没有回答他为什么离开，却让留下来的我慢慢知道该怎么继续。后来我决定开一间店，名字就叫彼岸。想法其实很简单，煮一锅热汤，倒一杯好酒，让辛苦了一天的人进来歇一口气，希望这样就能把谁轻轻渡到烦恼的另一边去。开店以后才看见每张人都有秘密，有人业绩第一却找不到人分享欢喜，有人说早已放下走到门口却红了眼睛，有人整晚说着别人的问题，直到被地见了光才承认困住自己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心里那一句不甘心。我也终于明白，一间店能温暖人的胃，却不能替谁走完心中的路程，所以我开始把度过的经，把失去的人，把台前没有说完的心情一点一点写成歌，没有讲坛，没有发艺，只有一个收完店的人回家哄着作息还不规律的儿子，等他终于睡去，我才打开电脑陪着 AI 熬过另一个安静凌晨。那些歌从一间小店出发，去了我没去过的城市，陪着许多从未见过的人熬过他们最漫长的夜。那时我才知道，那些被我笑成国家养着的日子，早就在替未来准备一种能抵达人心的语言。原来所有岔路都流向这里，那些曾经怀疑的日子一段也没有多余，我以为自己一路偏离，回头才看清，原来所有岔路最后都流向彼岸。广告留下的思考让我知道如何把话说进人心，那一年学会的 AI 让我能把做不到的事做下去，哥哥留下的问题把我带进那些古老的经文里，而经文里读到的智慧又在彼岸的吧台前有了真实的表情。彼岸让我遇见人，客人让我看见自己，我写出去的歌又把这间小店带到更远的地方去，原来看似无关的一切早就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一条一条汇成了同一条河流。原来所有
如果有人再问我，老板，店为什么叫彼岸，我还是会笑着说，门外是此岸，进门便是彼岸。只是现在我心里会多说一句，你若在这里放下了一点，出门